大家好，我是小高姐。今天我们来做椒盐五仁月饼。饼皮和去年是同样的配方，唯独我用蜂蜜代替了转化糖浆。盆子下面是一个电子秤。碱面用水化开可以代替碱水，但是碱水呢上色比较容易，而且效果会好很多。放入低筋面粉，糖浆或者蜂蜜和面呢，面团都会特别的粘手，戴一个手套来和面，把面团揉均匀。醒面1个小时。现在我们来做馅料，看一下用到的坚果，其他的坚果都可以。坚果含油脂很多，很容易变味儿，你要确保它是否新鲜。而且你用不完的坚果呢，也要放到冰箱冷藏室保存。芝麻和葵花籽是熟的，这4个是生的，要把生的烤熟。核桃和花生的颗粒比较大，我放的比较分散。不需要预热烤箱，直接放到烤箱里烤。烤好之后呢，表面会微微的发黄，而且核桃表面会出油，有的皮可以取下来，取不下来的也没有关系。把核桃和花生切碎。有时候做特别传统的食物呢，传统的食材并不好买。我用的是糖橘子皮代替的青红丝，这个味道比较重啊，你不喜欢也可以不放。糖菠萝代替糖冬瓜，外形和口感都很相似，只是菠萝有一点酸酸的味道，把它们也切碎。炒一点薯粉。粉不是很多，小火5-6分钟就差不多了。材料都准备好了，我们来拌馅。玫瑰糖浆，蜂蜜或者用转化糖浆也可以。油，香油，糖，拌匀，然后放入果仁儿，糖菠萝和糖橘子皮，搅拌均匀。这个时候到了你人生的岔路口啊，你是吃甜的还是吃咸的？不确定的话就一半一半吧。我们家喜欢吃带咸味儿的，放入盐和花椒粉。吃甜味儿的点一点点盐就够了。放入炒好的糯米粉，稍微留一点点作为调整量。拌匀之后呢，你看不到干粉，但是会感觉有一点散，然后加入水，慢慢的加，你要调整水的用量，大概是1大勺到2大勺之间。到这个程度，它很容易成团，而且手指压下去的时候也不会觉得硬，这样你包起来很容易，而且压模的时候呢也很容易塑形。55克一个，滚圆。我给你的配方除去损耗之外呢，刚刚好可以做10个。面团醒好了，分割成25克一个的小面团。现在可以包月饼了。先看一下小面团，它不是一拉就断，而是可以被拉长一点点，这样你包起来很容易，而且烤的时候呢也完全不会开裂。在你手掌心把它压扁，放入馅料，
转过来，轻轻地压下来，把空气挤出去，再转过来收口。你看我包月饼是不是很轻松很容易，如沐春风一般？其实这个是饼皮的功劳，如果你的饼皮到位了，你也可以这么轻松容易。拍上面粉，抹去多余，放在烤盘上。留心的你会发现我的月饼只有80克，而我却要用100克的模具来压它，所以压出来是稍微扁一点的形状。薄一点的月饼吃起来没有那么大的压力，不同的味道也可以压出不同的花纹。喷水，放入烤箱，400华氏度或者是205摄氏度烤5分钟。来准备蛋液，1个蛋黄，加1大勺水。5分钟之后呢，月饼拿出来，同时烤箱的门打开散热，刷第1层蛋液，薄薄的一层，我只刷上面凸起来的部分。进入烤箱，325华氏度或者165摄氏度再烤5分钟，刷第2层蛋液。这个时候呢，月饼已经开始上色了。最后再烤5到10分钟，到它完全上色。碱水上色是非常有效的，月饼颜色整体均匀一致。其实月饼馅儿都是熟的，烤的就是饼皮。放凉之后呢，放到密闭的容器里回油2到3天。用蜂蜜做饼皮呢，如果你的饼皮做得厚了，你会感到它有一点硬，但是如果你做得薄，并且给它足够的时间回油，应该问题不大。沏一壶热茶。5仁月饼和喝茶一样，要慢慢的品。掰开之后，你可以看到月饼里的每一颗果仁，吃到嘴里体会着不同果仁的味道，再抬头看一看天上的月亮，低头思念起久别的故乡。祝各位中秋节愉快，我是小高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